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林涛，这份技术方案是谁让你这么写的？啊！主管王进把一叠文件重重地摔在林涛桌上，尖利的声音引得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侧目而视。重要参数全都没标红，项目风险评估就写了这么2行字。你是在写小学生日记吗？你这个月的奖金不想要了是不是？林涛默默地抬起头，扶了扶眼镜，平静地说：“王主管，这个方案的初稿是我上周交给您的，里面的核心思路和风险评估，好像和您昨天在部门会议上提的新构想一模一样。”王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没想到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实人敢当众顶撞。他指着林涛的鼻子，怒道：“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抄你的？林涛，别给脸不要脸！不想干了就趁早滚蛋！”林涛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没再说话，只是缓缓地低下头，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冷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林涛今年42岁，是景城实业技术研发部的一名老员工。在这个不上不下的年纪，他活成了很多人眼中最标准的中年男人模样。发际线有些后退，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开着一辆半旧的国产车，每天2点一线，公司、家庭。妻子在一家书店当店长，贤惠温柔。儿子刚上大学，懂事上进。生活平淡如水，不好不坏，但也压力重重。房贷、车贷，儿子未来的学费，父母日渐衰老的身体，每一项都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肩膀上。在公司里，林涛是个边缘人。他技术功底扎实，经验丰富，但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更不懂得阿谀奉承、拉帮结派。在同事们眼中，他就是个埋头干活的老黄牛，任劳任怨，没什么存在感。20年的工龄，只是让他成为了部门里可有可无的老人，而不是受人尊敬的老师傅。老公，今天又被你们那个王主管穿小鞋了。晚饭时，妻子看着他疲惫的神色，心疼地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林涛叹了口气，扒拉着碗里的饭，含糊地嗯了一声，不想把工作上的负面情绪带回家里。你呀，就是脾气太好了，才总被人欺负。妻子放下筷子，有些无奈地说：“有你这么好的技术，到哪儿找不到一口饭吃？何必在他手底下受这份窝囊气？我看着都心疼。人到中年，哪有那么容易？”林涛苦笑了一下：“房贷不要还吗？儿子的学费不要交吗？再说了，我在景城干了20年，从毕业就在这儿，有感情了，厂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现在跳槽去一个新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哪有那么简单？”他喝了一口汤，掩饰着自己的疲惫：“再忍忍吧，也许过阵子他就调走了呢。”妻子看着丈夫眼里的红血丝和故作轻松的样子，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他添了一碗汤。她知道丈夫的不容易，也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40多岁的年纪，早已没有了年轻人说走就走的资本。家庭的责任就像一根绳索，牢牢地拴住了他，让他不敢行差，踏错一步。林涛吃完饭，习惯性地走进书房，打开了电脑。他没有看电影，也没有玩游戏，而是打开了几个国外最新的技术论坛，认真地阅读着最新的行业动态。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也是他对抗中年危机唯一的武器。他知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员一旦停止学习，就离被淘汰不远了。他可以忍受上司的打压，可以忍受同事的排挤，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技术被时代所抛弃。这是他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最后的，也是最硬的底气。他本以为，只要自己守好这份底气，安分守己，总能熬到退休的那一天。但他没料到，半年前公司空降来了一位新主管王进，而这个人的到来，让他连熬日子都成了一种奢望。王进35岁，据说是总部一位高管的远房亲戚，能说会道，尤其擅长溜须拍马，揣摩上意。他没什么过硬的技术背景，但凭着一张巧嘴和灵活的手腕，很快就在部门里站稳了脚跟。王进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威。他把那些资历老、脾气硬、不听话的老员工都视作眼中钉，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打压。而沉默寡言、只知埋头干活的林涛，自然成了他的首要目标。在王进看来，林涛这种老油条，技术陈旧，思想僵化，既不能为他创造业绩，又不主动向他靠拢，简直就是部门里的负资产。于是，一场针对林涛的围剿开始了。林涛，这个项目的设计图，你今天必须给我画出来。林工，楼下仓库的旧设备，你去清点一下，明天给我一份报表。这个月的卫生就由你来负责了啊！年轻人工作忙，你多担待。王进开始不断地给林涛布置一些技术含量低但异常繁琐的杂事，故意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让他无法参与到核心的项目中来。一开始，林涛并没有太在意，他觉得职场就是这样，新官上任3把火，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依旧兢兢业业地完成王进交代的每一项任务，无论是画图、清点设备，还是打扫卫生，他都做得一丝不苟。但他的隐忍，在王进看来，却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王进的打压开始变本加厉，他不仅在工作上刁难林涛，还开始在人格上羞辱他。部门开会，他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林涛，从不让他发言。评选优秀员工，他会把林涛辛苦做出的成果安在自己亲信的头上。甚至在聚餐时，他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林工啊，你这杯酒可得喝啊，不然我可要跟上面打报告，说我们部门有老同志跟不上公司的发展节奏了哦。”整个部门的人都看在眼里。有的人幸灾乐祸，觉得林涛这块老顽石终于有人治了；有的人选择明哲保身，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也有个别和林涛关系不错的老同事，会私下里替他抱不平：“涛哥，那王进也太不是东西了，他就是看你好欺负。”年轻的技术员小李一次在茶水间碰见林涛，忍不住气愤地说。林涛只是笑了笑，拍了拍小李的肩膀：“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别管那么多。”他不是没有脾气，只是觉得跟王进这种人计较，拉低了自己的层次。他想，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惹事，王进总有玩腻了的一天。但他错了，他的退让只换来了对方的得寸进尺。矛盾的第一次正面爆发，源于一个重要的海外项目。公司接到了一笔来自欧洲的大订单，但对方对产品的某个核心部件的技术要求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标准，现有的生产线根本无法满足。
技术研发部奉命成立攻关小组，王进自告奋勇地当上了组长。他带着几个年轻的技术员，闭门造车地研究了半个月，拿出的几套方案全都被公司总工程师打了回来，批评他们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眼看着项目就要陷入僵局，王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个项目是公司今年的重中之重，要是搞砸了，他这个主管的位置恐怕也坐不稳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无意中看到了林涛办公桌上的一本旧笔记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林涛多年来的一些技术构想和改良方案，其中有一个关于高精度离心铸造的设想，恰好能完美解决这次的技术难题。王进的心思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他假装无意地向林涛请教一些技术问题，旁敲侧击地把那个方案的核心细节一点点地从林涛嘴里套了出来。林涛毫无防备，以为王进是真的遇到了难题，便倾囊相授，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第二天，王进就拿着一份全新的技术方案，意气风发地走进了总工程师的办公室。方案一出，震惊四座，所有人都对王进过人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大加赞赏。公司高层更是当场拍板，决定立刻采纳王进的方案，并给他记上一大功。而作为这个方案的真正原创者，林涛却自始至终没有被任何人提及。他就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影子。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林涛或许也就忍了。他早就习惯了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但王进接下来的操作彻底激怒了他。在项目庆功会上，喝得微醺的王进端着酒杯走到林涛身边，当着所有同事的面拍着他的肩膀，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说：“林工啊，这次的项目你虽然没直接参与，但平时也给了我不少启发。这个月的优秀员工，我已经跟上面推荐你了，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吧。”哈哈哈哈！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和那刺耳的启发、补偿等字眼，像一根根毒针，狠狠地扎进了林涛的心里。他可以容忍自己的功劳被窃取，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尊严被如此践踏。林涛缓缓地放下手中的筷子，站起身，看着王进，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冰冷。他没有发火，也没有争辩，只是平静地一字一顿地说：“王主管，有的话说出来是要负责任的。”说完，他便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转身离开了宴会厅。那一刻，林涛知道他和王进之间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庆功会上的不欢而散，让王进彻底把林涛视作了眼中钉、肉中刺。他知道，像林涛这样的老技术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虽然平时看起来没什么威胁，但一旦被引爆，很可能会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他必须要想办法把这颗炸弹彻底从公司里清除出去。恰好此时，公司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决定进行人员优化，说白了就是要裁员。每个部门都有相应的裁员指标。王进拿到指标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涛。他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材料，罗织林涛的罪名。他把林涛近半年来负责的所有杂项工作都定义为价值产出低。他把林涛因为被排挤而无法参与核心项目，歪曲成技术能力落后，跟不上公司发展。他还授意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
写匿名信，举报林涛工作态度消极，在团队中散播负能量。一份洋洋洒洒、看似客观公正，实则处处都是陷阱的裁员建议报告就这样出炉了。王进拿着这份报告，找到了人事部的经理。人事部经理也是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他知道王进是上面有人的红人，自然不会去得罪他。他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报告，就大笔一挥，批准了。就这样，林涛的命运在2个人的一场密谋中被草率地决定了。周五下午，临下班前，林涛被叫到了人事部的办公室。人事部经理面无表情地把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推到了他面前。林涛，根据公司的战略调整和人员优化计划，经过部门评估，公司决定从即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这是您的离职补偿金，您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个字吧。冰冷的官方说辞，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林涛看着那封通知书，心里反而异常的平静。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他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争辩，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在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环境里，讲道理是最可笑的事情。他拿起笔，面无表情地在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好的，麻烦您今天下班前把个人物品都收拾好，办理完离职交接手续。人事部经理公事公办地说。林涛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他被辞退的消息像一阵风，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部门。同事们的反应各不相同。王进的亲信们幸灾乐祸，交头接耳，不时地朝林涛投来鄙夷的目光。更多的同事则是选择了沉默和回避，生怕和这个失败者扯上关系，引火烧身。只有年轻的小李红着眼睛跑了过来，声音哽咽：“涛哥，这太不公平了，我要去找他们理论。”理论什么？林涛笑了笑，反而安慰他：“这是公司的决定，你好好干，以后这个部门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他拍了拍小李的肩膀，然后便开始默默地收拾自己办公桌上的东西。20年的工龄，个人物品其实并不多。一个用了10几年的保温杯，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技术手册，一张家人的合影，还有几盆长得郁郁葱葱的绿植。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放进一个纸箱里。他的动作很慢，很平静，仿佛他不是在办理离职，而只是在进行一次普通的整理。他的这份平静，却让始作俑者王进感到了一丝莫名的不安。王进本来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在他看来，拔掉了林涛这颗钉子以后，整个技术部就彻底成了他的一言堂。可是，当他透过百叶窗看到林涛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时，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很不舒服。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希望看到的是林涛的愤怒、不甘，甚至是哭泣求饶，而不是现在这样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为了打破这份平静，也为了在众人面前彰显自己的最终胜利，王进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走出了办公室，踱到了林涛的办公桌前。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正在收拾东西的林涛，用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语气明知故问：“哎呦，林工，这是干嘛呢？要搬家啊？”林涛没有抬头，继续整理着手里的东西，把它当成了空气。被无视的王进
脸上有些挂不住。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提高了音量：“林涛，我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吗？”整个办公室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紧张地看着这边。林涛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缓缓地抬起头，扶了扶眼镜，平静地看着眼前这张丑陋的嘴脸。王进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但还是硬撑着，用更刻薄的语气说：“说真的，林涛，我一直挺好奇的。你在这公司待了20年，没升过职，没涨过薪，整天就知道抱着那几本破书研究，也没见你研究出什么名堂来。”他轻蔑地笑了笑，凑近了林涛，压低声音，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兼职啊？不然怎么养活一家老小的？”这句充满了羞辱和挑衅的问话，让周围的空气都降到了冰点。所有人都以为林涛会爆发，会愤怒。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涛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笑容，平静中带着一丝轻蔑，淡然中又藏着一丝怜悯。他看着王进，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在进行着最后一场滑稽的表演。他缓缓地把最后一件物品，那张温馨的全家福，放进了纸箱。然后他直起身，看着王进的眼睛，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我是干啥的？”他笑了笑，摇了摇头：“明天你就知道了。”说完，他不再看王进一眼，抱着那个纸箱，在所有同事复杂而又惊愕的目光中，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第2天一早，神清气爽的王进刚走进公司大门，就被董事长秘书一个电话急匆匆地叫到了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他一边兴奋地整理着自己的领带，一边猜测着是不是董事长要因为他优化了老员工而对他进行表彰。他满怀期待地走到董事长办公室门口，礼貌地敲了敲门：“请进。”里面传来董事长张卫国沉稳的声音。王进推开那扇厚重的实木门，当他看清办公室里的情景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这怎么可能？他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一般，傻在了原地。董事长办公室里一如既往的窗明几净，沉稳大气。景城实业的董事长，年近70的张卫国，正坐在他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脸色平静，看不出喜怒。而让王进傻在原地的是坐在董事长对面，那个通常只留给最尊贵客人的待客沙发上的人。那个人穿着一身休闲的便装，正从容地端起面前的紫砂茶杯，轻轻地吹了吹漂浮的茶叶。不是别人，正是昨天被他亲手清除出公司的林涛。此刻的林涛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隐忍和沉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王进感到无比陌生的沉静而强大的气场。他甚至没有看王进一眼，仿佛王进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闯入者。小林公。王进结结巴巴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被辞退的员工，怎么会第2天就出现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还和董事长一起喝茶？一种巨大的、不祥的预感，像一张冰冷的大网，瞬间将王进笼罩。王主管，进来吧，把门带上。
董事长张卫国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王进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含义。王进僵硬地挪动着脚步，走进办公室，反手关上了门。董事长，您找我？他小心翼翼地问，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林涛，心里充满了无数的疑问和恐惧。张卫国没有回答他，而是看向林涛，用一种带着几分商量和歉意的语气说：“小涛，你看，这是……”林涛终于放下了茶杯，抬起头，目光第一次落在了王进的身上。那目光平静、锐利，像一把手术刀，瞬间就剖开了王进所有的伪装和心虚。张叔，林涛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您别为难，咱们之前说好的，公事公办。张叔，公事公办。王进的脑袋嗡的一声，几乎要炸开。他再傻，也听出了这称呼里的不寻常。他看着林涛和董事长之间那种熟稔而平等的气氛，一个让他手脚冰凉、魂飞魄散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难道这个林涛？王进，张卫国从桌后站起身，缓缓地走到王进面前。他身材高大，虽然年事已高，但常年身居高位养成的威严，依旧让王进感到巨大的压力。我问你，你认识这个人吗？张卫国指了指林涛。认识，他是我们部门的前员工林涛。王进的额头上已经开始冒出冷汗。前员工？张卫国冷笑一声。那我再问你，你认识林建业吗？林建业，这个名字王进似乎在哪里听过。对了，公司荣誉墙上创始人的介绍里好像就有这个名字。是我们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好像已经过世了。王进颤抖着说。没错。张卫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字一顿地说，林建业是我的好兄弟，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景城实业永远的股东。他猛地一指沙发上的林涛，声音陡然提高了8度。而他，林涛，就是林建业的独生子，是我们景城实业占股30%的第2大股东。轰隆！王进只觉得一道天雷在自己头顶炸响，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昏过去。他双腿一软，几乎站立不稳。股东，占股30%的第2大股东。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林涛那20年如一日的平静是什么。终于明白林涛在被辞退时那抹奇怪的笑容是什么。也终于明白林涛那句明天你就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知道了，知道的太晚了。王进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他想不通，一个身家亿万的大股东为什么会窝在技术部的一个小角落里，当一个任人欺负的老技术员，一当就是20年？这不合常理，这简直比电影还荒诞。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林涛主动开口了，他的语气依旧平静，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20年前，我爸临终前把我托付给张叔，他只有一个遗愿，就是不希望我成为一个躺在父辈功劳簿上吃喝玩乐的富二代。他希望我能像他一样，从基层做起，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双手去干，真正懂得这家公司存在的意义。所以，我和张叔定下了一个约定，我隐瞒身份，以一名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入职。我的股份由张叔代为管理，
每年只领取固定的分红作为生活费。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同事的尊重和公司的认可。这个约定，我遵守了20年。林涛看着面如死灰的王进，嘴角勾起一抹讥讽。本来我打算一直遵守下去，我甚至想过，等我干不动了，就安安分分的退休，把股份传给我儿子，让他们继续遵守这个约定。可惜，我没想到，公司发展到今天，竟然会滋生出你这样的蛀虫。林涛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文件，扔在了王进面前的茶几上。王进，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都天衣无缝吗？王进低头看去，瞳孔猛地收缩。那叠文件里有他窃取林涛技术方案的原始邮件记录，有他授意下属写匿名信的聊天截图，有他为了排挤林涛而故意篡改的考勤数据。最致命的是关于那个欧洲项目的。林涛不仅拿出了自己完整的、带有时间戳的原创设计稿，还附上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指出，王进在窃取方案后，因为理解能力有限，擅自修改了其中2个关键参数。虽然短期内看不出问题，但长期使用会导致设备损耗率提高15%，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你，王进指着林涛，手指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你什么时候？从你上任的第1天起。林涛打断了他，从你第1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名为请教，实为试探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记录。我本想给你留点体面，只要你不太过分，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我没想到，你不仅贪婪，而且愚蠢，甚至恶毒。你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惜拿公司的声誉和客户的安全开玩笑。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留在景城。林涛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王进的心上，把他最后一丝侥幸也砸得粉碎。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爬到林涛面前，抱着他的腿，痛哭流涕。林董，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狗胆包天，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他开始疯狂地扇自己的耳光，一下比一下响亮。林涛厌恶地皱了皱眉，抽回自己的腿，站起身，走到了窗边。他连多看这个小丑一眼都觉得恶心。王进的下场是注定的。董事长张卫国当场宣布，鉴于王进存在严重的渎职、窃取商业成果以及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决定即刻开除，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张卫国也当着王进的面向林涛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歉意。小涛，是张叔对不起你，我光顾着遵守和大哥的约定，却忽略了你在基层的处境，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张叔，这不怪您。林涛转过身，看着这位如同自己父亲般的长辈，眼神温和，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而且，如果不是这样，我也看不清公司内部已经有了这么多问题。送走了失魂落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王进，张卫国和林涛在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小涛，既然现在身份已经公开了，你也别再回技术部了。张卫国说，我准备让你直接进入董事会，担任公司的副总裁，
主管技术和研发。这个位置本来就该是你的。林涛沉默了片刻，却摇了摇头。张叔，我不想当副总裁。张卫国愣住了，为什么？你不想管事？不，我想管，但不是以那种方式。林涛说，我这20年不是白干的。我最了解的是技术，是研发，是一线的兄弟们需要什么，讨厌什么。王进只是一个缩影。这些年，公司发展得太快，管理上出现了官僚主义，部门之间壁垒重重，真正干活的人得不到尊重，投机取巧的人却能平步青云。这种风气比丢掉一个欧洲项目要可怕得多。所以，我想回技术部。林涛的眼神无比坚定。回去？张卫国有些不解。对，回去。林涛说，但不是以股东林董的身份，而是以新任技术部总监的身份。我要亲自去整顿，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都清理干净，让技术部重新成为一个靠本事、靠实干说话的地方。我要让那些像我一样只会埋头干活的老黄牛都能挺直腰杆，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听着林涛这番话，张卫国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欣慰和赞许。他仿佛看到了20年前自己那位挚友林建业的影子，一样的脚踏实地，一样的正直无私。好，张卫国重重地一拍桌子，我答应你，景城的未来交到你手上，我和你爸都放心。第2天，一则重磅消息在景城实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技术研发部主管王进因严重渎职被公司开除，接替他担任技术部总监的是昨天刚刚被辞退的老员工林涛。而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公司内部公示系统里关于林涛身份的补充说明。林涛，公司联合创始人林建业先生之子，公司第2大股东。消息一出，整个技术研发部瞬间炸开了锅。那些曾经对林涛冷嘲热讽、落井下石的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生怕林涛会秋后算账。那些曾经同情林涛却又不敢伸出援手的同事，则是又惊又喜，感慨万千。而年轻的技术员小李更是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涛哥面对那么多的不公，始终能保持那份从容和淡定。上午9点，林涛在董事长张卫国的亲自陪同下，重新走进了他工作了20年的技术研发部。他还是穿着那身朴素的夹克衫，脸上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但这一次，所有人在看他时，眼神里都充满了敬畏和一丝丝的恐惧。林涛没有开什么新官上任的动员大会，也没有说什么场面话，他只是走到了自己那个已经被清空的工位前，停下了脚步。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部门里所有噤若寒蝉的同事，平静地开了口，声音不大，却传遍了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从今天起，这个部门我说了算。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站过谁的队，我只看2样东西：第一，能力；第2，人品。有能力的，有贡献的，我给你们升职加薪，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混日子的，搞政治的，背后捅刀子的，公司不养闲人，更不养小人。我的话说完了，现在所有人开始工作。说完，他便径直走进了那间曾经属于王进，现在属于他的总监办公室。
办公室里阳光正好，林涛站在窗前，俯瞰着楼下川流不息的城市。20年的隐忍和蛰伏，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他知道，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守护。守护父亲和张叔留下的这份家业，守护那些和他一样正直、善良、默默奉献的普通人应有的尊严。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